大家好，我是大伟。脖子不好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转脖子的。或许你转完脖子以后会获得一阵短暂的轻松，但是你会发现只要你经常转脖子就会越来越难受，而且慢慢的，即便你去转，也缓解不了这个上面的一些酸胀难受的感觉。那么脖子不好的人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教给大家2个重要的小开关。这个就在脖子上面，咱们只要把这2个小开关解开，你会发现你的脖子是真正的松下来了。那么这2个小开关在哪里呢？咱们接下来往下看，我把这个重要的小开关教给大家。如果感觉好的朋友们，在评论区下方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把视频分享给身边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和家人。好了，咱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来讲一下脖子上面的重要三角区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大家看好，我把我的领子掀开来我吸一口气，你们注意看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三角形我头转的话，你们会看得更明显。从这里到这里它是构成的一个三角形。那么我们首先先找到这个顶端上面的这个角，这个角怎么去找呢？非常简单，把我们的手指并好，3个手指放在我们的耳后，然后我们食指的位置刚好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三角形的顶端。你把你的食指放上去以后，慢慢的这么转着揉一揉，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酸，而且你手戳进去以后他会感觉到特别的胀。我们在这里呢，甚至能摸到一些小疙瘩一样的存在，把这个地方一定要转开。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角一定要转上一个30下到50下左右，把它彻底转开。两边可以同时去做咱们两边是可以同时去做的。好，这两边咱们把它转开了以后，再来讲第2个角。所有家人朋友们，你看好，这个角落是在哪呢？你顺着咱们这儿，然后呢平行我们后面这个脖子往下去滑，走到我们的底端这个位置刚好是触及到我们的斜方肌。在这里呢，我们往后推，往后这么一推，你看到没有？一条线会从上往下这么出来，就在这条线上面我们转开慢慢的转。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硬硬的一个小疙瘩，如果你的肩颈长期特别酸特别胀，这个位置一定要把它转开。好，这个就是我们三角形的第2个角，把它转开，一样我们去转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这2个角一旦转开了以后，我们这会儿来跟着我活动一下我们简单做一做就行。转完了以后，你就把肩膀耸一耸，脖子转一转，你会发现半边特别的松。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角是在哪里？是在这儿，这一根大的粗的这个筋你可以看一下，是一个三角形。我们把它转开捏住以后，慢慢的把手你看脖子一歪，这个大绳子就出来了。吸口气更明显，我们把它捏住，捏住了以后，轻轻的上下波动稍微大概在3分力、4分力左右，慢慢的波动把这个地方给转开，这就行了。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咱们一共就3个角，把这个开关给它解开，那么我们这个三角形就已经解放了。三角形是最具备稳定性的，所以呢，我们当这个脖子上面这个三角形一打开，你会发现脖子一晃特别的轻松，整个肩膀甚至连同后背都会发现特别的轻松。这就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法，一个干货大家一定要记住，脖子不好千万不要这么转了，你就把这三角形给它解开就行。好了，今天的方法分享到这里，如果感觉好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你的一个小举动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空抓手这个动作咱们都听过吧？我记得在大约10年前、15年前，很多朋友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这么抓一抓，咱们把它俗称为空抓手。其实真正的空抓手不是这么做的，你这么做它的意义呢，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大。我今天会把真正的空抓手教给大家，让你知道什么叫做3分钟左右能把你的全身调动起来。很多人往往跟着我做着5下、10下，额头后背就出汗了。这就叫做真正的空抓手。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看动作。那么空抓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咱们先把上半身的动作练好了，然后还有下半身的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才叫一个完整的空抓手。上半身的动作大家看好手是这么张开的，
然后把它往后去拉啊，两个手都往后去拉，拉开来以后像一个什么？像一张绷紧的这个弓啊，把这个弦给绷紧。你看，人在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绷的是非常紧的，就像一个弹簧压到底。快速的利用我们身体的这个弹性，把这个什么手抛出去，抓一下回来，看好啊，来，1、2、3啊，换个姿势角度来看一下，4，听声音，5、6啊。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个点一起动。首先第一个是往后的时候，胸打开没有？打开了，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是一个拉弦的过程。我们说人脑筋缩，筋缩人弱，这是一个拉的过程。手往后全部拉开，然后再利用什么呢？这个牛皮筋它得有弹性嘛，利用它的弹性，快速的把手抛出去，身子是一个往前，头也会往前，然后抛出去以后，然后再把它快速的往后。这时候你看到腿部的动作，身体往后，腿是什么？承担这个力量。你看来，1、2、3，经过我这么一讲解，咱们就懂了吧？是不是？我们换一个腿，再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就是承担这个力的地基。你看，身体往后，然后吐气的时候抛，把这个腿的力量一并怎么样？像投石车一样的，把你的身体往前投。来，吐气，2、3，啊，就这么打出去。你们左右手啊，左右腿各做啊，你不要总是压着一条腿。左边做完以后，右边换，各做几次？5次左右啊，也就是说左右各做5下。这么做完以后，你的额头、后背、身上就打开了。自己试一试，自己身上的答案才是好的答案，对不对？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这就是空抓手，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5到10下为一组，一天做上个2组就够了。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动作，叫做晃功。俗话说啊，百念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所谓晃功就是这么来的。晃功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在我们的身子做好架子、站桩的这个架子以后，开始晃动。这个小幅度的晃动看似没有什么，但是却能大幅度的调动到我们身体上面的每一块肌肉，包括我们脚趾，这个脚趾啊精细的肌群，包括我们的身体都能练到。所以很多人啊把晃功放在哪里去做呢？吃完饭以后，很多人都不走路了，就晃一晃，晃一个10下胜过1000步走。这个晃功啊，今天要分享给大家，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咱们把这个视频啊先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好的身上肌肉都调动了，咱们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咱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那么晃功怎么去做，好不好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咱们腿分开，然后我们的膝盖啊是微微弯曲啊，不要绷得紧紧的，微微往下稍微沉一些，腹部收紧，把2个手啊像抱着一个大木桩一样，就这么抱着，然后整个人你看顺时针这么晃起来。晃回来以后，再反过来这么摇晃。在做的时候啊，咱们千万要记住啊，这个脚尽量是什么呢？啊，要把它保持在压实我们的地面，就让整个身体晃动。很多人会质疑说，老师你就这么简单晃一下，就胜过1000步走了？哎，不要着急质疑，咱们自己做起来，把手放在几个位置你就知道了。咱们自己做的时候，手可以先放腹部，啊，就像我这样放腹部，我们开始摇晃。慢慢的摇，不要着急。在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的肌肉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其中。为什么？因为你的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我们的肌肉参与是为了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稳定起来。所以这会调动更多的一些你平常调动不了的肌群参与到其中。啊，这也是饭后晃一晃的一个好处。除此以外呢，你在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手放大腿2侧，你看。腿部的肌肉会在不停的发力，啊，晃的方向可以顺时针变成逆时针，就这样晃。脚趾你也能明显的感觉，每个脚趾啊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你保持平衡，这就是什么晃功。把手放好，每天晃一晃，啊，正着反着你可以算1下，每天晃一个10下，这个感觉不就来了吗？
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清晨的时候可以做一做，然后饭后吃完饭以后过个20分钟，把这个晃功啊练起来。经常多练一练啊，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啊会往上走一大截，而且包括你整个状态也会不一样。今天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叫做拿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甩手10下不如拿手1下。为什么拿手这么牛呢？很多人学会以后啊都不甩手了，就做拿手，每天做2、3遍。因为大家很多人啊都明白一件事，叫做筋长1寸，寿长10年，这是一句老古话。那么我们把它反过来再讲一下，叫做人老筋缩。筋缩人弱，所以这个筋啊非常的重要。只要你能把你的筋拉长，你会发现你整个状态、你身体的柔韧性、你的协调性，包括你的整个循环代谢啊都会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把拿手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里面的细节非常多，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视频先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咱们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解动作。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解拿手，有3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你的五指啊，要把它张开来，把它张到最大。第2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啊，你看要把它折起来，这样一折，始终保持住这个方向，把它折住。第3个就是我们的手肘一定不能弯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手肘是伸直的，五指张开的，手是折着的，这个就把它持续的保持好。那么这就是起始的姿势。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腕口，这是手腕的口。这个口子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哈。我们来开始演示一下啊。手掌啊，起始姿势是这样的，把我们的手指打开，头往上看，小腹收紧，然后来你看转，把我们的腕口朝向正前方，就这么转。转到正前方以后呢，我们你看腕口朝哪，我们手就朝哪个方向抬起来，就这样把手抬起来，侧面看一下啊。抬起来以后，手是伸直的，你看，再来转，把我们的整个腕口朝向外侧，就这么转，手要往前撑啊，朝向外侧以后，你看这个时候很重要了，把头抬起来，头往上看，腹部收紧，手往2侧打开，就像开窗户一样，这么打开，头往上看。此时呢，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啊，就会有感觉了，那个手啊，你看一下子就缩下来了。这个手一下子就怎么样，手肘就弯了。我们尽可能的保持住啊，极限到底的极限，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拉筋的过程。然后保持1到2秒钟，你看转，把我们的手腕朝向上面，腕口朝上，向上怎么样合并，向上合并，合并上去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看好啊，把手往上去撑，努力往上顶，顶着就像一个大石头要掉下来，你是拖着它一样啊，顶上去，顶上去以后腕口转。腕口朝外，此时呢，你就想象天要塌下来了，把它往上去推，这个也叫做托天举。1到2秒钟以后，慢慢向下，这个就是收功了。腕口朝内，腕口朝下，收功。好，这么呢就是1下拿手。你看整个时间啊，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时间比较的长。其实我们日常啊3到5次就够，而且你要早上去做啊，特别的棒，特别是在春季的时候做啊，非常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接下来会把它简化，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所有的朋友可以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去做。我们先回到起始姿势啊，五指张开，你看手腕折，手肘伸直，然后转，腕口朝前向上打开。保持1到2秒钟，腕口朝外，向外打开，开窗户，头往上看，开到你的极限，有这种拉筋的感觉，保持1到2秒钟。腕口转，腕口朝上啊，腕口朝上，向上合并，向上合并，合并上去以后，别急，往上去推一下，仿佛大石头要掉下来了，别让它砸着自己，往上撑，撑住了1到2秒钟，腕口朝外，手转。托天举，拖着天举起来，1到2秒钟，往下，腕口朝内散功，腕口朝下，这就是1下拿手。你看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啊，肩膀、后背、脖子都会酸，为什么？有发力感，有拉筋感。5个手指做完以后活动一圈，哎呀，松了，
舒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动作你做完以后，它就有结果有答案。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每天做3到5遍拿手，做完以后连续做7天，自己感受一下。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点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肾阳之气不足的朋友们，记得练习一个动作，叫做托天举。托天举这个动作啊，来自于道家，是一种静功。每天练习3分钟，可以让你的后背啊就变得更加的挺拔。你要知道，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挺拔，但是年龄往上走了以后，逐渐的会怎么样？逐渐的会变成这样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更加要练习托天举了。因为这个举呀，它不仅是举的是手，而是打开你的后背。后背也被称之为什么？阳气之海。所以呢，托天举这个动作，你只要练一练，就能把我们的肾气往上去提一提。好了，话也不多说，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里面细节很多，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反复观看。然后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托天举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首先把我们的双脚分开，比我们的肩膀略宽。保持我们的小腹向内收紧，侧面看一下，然后把我们的双手啊，你看手掌朝天，这么朝天举着，手掌一定要对向天空啊，叫托天举。然后我们把手伸直，就这么往上去推，推上去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所有朋友看好，手往上伸以后要使劲再往上撑一撑。双手往上撑一撑，撑到顶以后，好，这个时候就差最后一步了，把我们的头往上抬，头往上抬以后，然后慢慢的调整你手上的姿势，怎么去调？把我们的这个手腕口要往我们的外侧去转，你看举上去以后，手腕口往我们的外侧打开，把我们的手肘做这个动作就可以，手肘往外打开，往上去撑，头往上看。啊，这个动作一做好，哎呀，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了后背上面开始紧绷绷的有发力感。我们头往上抬，仿佛这个天要塌下来了，我们就往上拖，顶着撑着，手肘往外保持住。不要看这个动作简单，你去做，一般来说刚开始做个20秒钟，后背就发酸啊，就感觉特别的酸。忍住，坚持住，我们做上一个30秒钟到40秒钟。慢慢的，你的手掌上面会发热，然后后背会发热，就做到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我们去做上一个3天到7天，你就能逐渐的掌握。那么做完以后，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背想要把它弯下来啊，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反而你会感觉这个背啊直绷绷的啊，变得很舒服。这就是托天举。托天举这个动作啊，老幼都能练习。小孩子啊，平常工作这个写作业时间久了，就这么练一练。大人呢，年龄大的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自己的背部、腰部感觉体态不好，都可以练这个托天举的动作。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肩胛骨缝缝里面发酸，而且这个酸啊是很深很深的这种酸，有的时候它酸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拿自己的手啊，拿一个小锤子啊，用力的去敲一敲。如果你的肩胛骨活动起来，经常感觉酸，而且呢，你的肩膀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咯噔咯噔的声音，那么今天我教给你2个动作，一个是运动的方法，一个是解开这把锁的方法。这2者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出来。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呢，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我担心大家如果一划走这个视频啊，找不到了，或者是以后再想看啊这些细节的问题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肩胛骨的锁在哪里。这个锁其实藏得很深，一般人如果没有指点的话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找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我把眼镜下掉，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把手啊去摸着我们的后脑勺，就这样去摸着它。然后你用另一个手，比如说我的左侧肩胛骨内侧缝缝里面酸，我就拿出我的左手摸着后脑勺，右手就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以后呢，我们把手臂来回上下的去这么动，
上下动，你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跳出来一个硬硬的一个小骨头去顶着你的手，你自己感受一下啊。有一个东西会跳出来，如果你感受不强烈的话，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往里面压一压，跟它做一做对抗，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在跳出来顶你的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一个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它往外去活动展开的时候，我们手斜入45度的一个角度，像这样你看这个角度斜着往内去探入进去，你看往里面去一摁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手能包住这块这个肩胛骨的这个肌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背阔肌，如果你手能这么包住的话，你大拇指点的位置刚刚好就是我们这个锁的位置。如果说你这个手包不住的话，你就斜着用你的手这么点住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点，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的手要抬得高高的。如果你的手不抬，像这样或者像这样抬不上去，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点不到它了，它就藏起来了。我们把手点高，用你的手把它包住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包住了以后，大拇指就这么转，顺着我们这个里面转，从上转到下，大约是1指的长度，从我们的上面慢慢的转下来走上一个3到5遍，你自己去感受。有的朋友一做就开始龇牙咧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是关着的。什么叫关着的？开关开了就通了，关着呢它就是堵着了。所以呢，我们从上到下走上个3到5遍基本上这里就通了。通了以后，你活动肩膀，你哪里都没碰，你只碰了这一个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你记住有很多朋友他这手是摸不到这儿的，因为他经常这个地方打不开，所以呢他只能够用这个4个手指去探着里面。当你探着里面以后，一样的就这么转就行了。一定要记住斜着进去就这么探着转就行了从上到下大约1指的长度。当你这里解开了以后，活动肩膀，明显的感觉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让你轻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以后呢，每周你做上一个3到5次就行。紧接着我要教大家怎么去锻炼光去做还不够的，还要去锻炼。怎么去锻炼呢？就是夹脊、夹背。怎么去夹？把你的4个手指握住，这叫握固。握固了以后，顶在我们的腋下然后这么去绕的时候把头看上天空，或者你闭着眼睛慢慢的去绕。一定要记住，这就像拧螺丝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你看往后绕，你别往前绕，这就绕反了。往后绕的前半程的时候没有关系，然后在后面手一定要去夹着，像蝴蝶一样往后夹着，这么一绕下来，这个后半程就要缓慢，前半程快一些，后半程慢一些，就这么去做。每天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做完以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松了这2个动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的一个解法和包括后面的一个运动方法，大家结合在一起去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给他点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我有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